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去追求，好的分数、好的工作、更多的财富，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很努力、你很卷，就是我现在的每一刻都是我珍惜的时刻。世界上很美好，或者说能够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它并不是钱或者说社会地位能够给你带来的。我唯一愿意付出很多钱的事情，是我为什么要这么着急？我是明天就会死了吗？Hello， 我叫大鹅，我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传媒，然后毕业后呢，在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做了快4年的营销。今年2月底的时候辞职来巴厘岛学瑜伽，成为了一个初级瑜伽老师。现在呢，我就决定从深圳正式搬过来巴厘岛，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快2个月了。现在是一个数字无业游民的状态，在做一些自己的账号，对，也在做一些。待了大概3个月，是吧？对，我2月底的时候过来这边，那个时候我刚辞掉自己的工作嘛，我就从深圳搬来了这里，参加了大概3周的瑜伽老师的培训。然后呢，我又在仓谷这里待了1周，体验了一下数字游民的生活。然后我回了深圳，花了1周做决定，说不行，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待了，我要搬来这边。所以我就把我的行李全部打包好，打包了2个行李，把房子就给退了，然后就搬来这边了。哇，很勇敢。你当时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觉得，就是从巴厘岛第一次从巴厘岛回到深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就为什么觉得不能在这儿待了？我觉得可能有几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就我先说第一点吧。第一点就是我发现我回深圳之后，我写东西或者说我拍东西的灵感少了非常非常多。可能是人在很熟悉的环境之下，就是很熟悉的环境是很难再激起你的创作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没有灵感了。对，然后因为我在巴厘岛的时候，我只要出门，我每天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一件事情。让我回深圳之后，我周围的人全部都是我熟悉的人，环境都是我熟悉的环境，就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因为我辞掉自己的工作，这个决定，我现在回溯来看，我可能做了有快2年。2年的心理建设。对，因为我去查我之前写的笔记，我发现我在2年前的1、2月份，那个时候工作就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去看那个时候我的笔记，我在写我自己的 mission 到底是什么，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去追求，好的分数、好的工作、更多的财富，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我逐渐的去发现，我继续去做营销，我继续去在所谓的大厂里面去卷一个上升路径，它可能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就是其实你很早就开始有一种人生思考、人生意义的思考，然后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帮你打开你究竟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哪个地点生活。为什么还选这个地方呢？因为在过去的2年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发现，既然我喜欢运动，我也就是享受这种帮别人变得更好的感觉。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变成我未来5年甚至10年要去做的事情？对，其实就是找到了你觉得一个意义的着力点，就是刚好又是热情所在，同时也能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乐。我被一些人给启发了很多。比如说也被一些周围的现象给刺痛了很多。就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有35岁危机嘛，在国内的时候有35岁危机。我现在就是35。我不觉得你有35岁危机。没有，年龄不是问题。对，但是就是至少在国内，现在可能在1线城市，它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它甚至变成了32岁危机。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在职场上带人也非常的 nice。只是他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去上升，然后他今年就被裁掉了。就这个事情其实是让我内心有极大的，是不可控的，对，极大的触动。就是不是说你很努力，你很卷，你就高枕无忧或者怎么样。对。然后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就是从开始思考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就非常关键。就是有时候我们有句话不是说，我忙着工作就错失了赚钱的机会。其实你光忙着工作，你可能也失去了思考的机会。然后你不思考的话，也许每天这么过去了，然后你回望的时候，也许是一种空虚，就不一定是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当时还被一个我曾经的前同事吧也给启发了，因为我去回看我的 note 的时候，我发现找 mission 这件事情里面，我写了要向思聪看看
就是我觉得思聪他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思聪是哪位思聪？是我的一个开玩笑。对，他之前是在香港读书，然后他是一个独立记者，他关注很多社会议题。他曾经是一个前同事，但是他当时赚钱是为了就是帮助一些人去做法律援助一些案子，然后他现在在欧洲在读一个博士的学位。我会觉得他其实也是放弃了很多，然后去追求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这个事情，他去用他自己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热情，你会更快乐一些。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他当时走的时候，我还就是有一种很惋惜，但是又很替他开心的心情。那所以你后来也加入了这个状态。你觉得现在其实相当于是2年前开始思想准备，然后可能2、3个月前真正做了这个决定。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感受是什么样？非常，至少现在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可能有几点吧，一个是时间上我很自由，我可以每天，我之前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我现在的每一刻都是我珍惜的时刻，就是我每天都能够做我想去做的事情，不管是我的运动，然后我去做内容创作，然后我自己的休息，就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于世界的感知是变得又敏锐又迟钝。怎么说？就是敏锐是，之前可能是沉浸在工作的状态之中，但是当我从会议呀，或者说各种汇报呀、卷啊中脱离出来了之后，我更能够去感知周围人的情绪状态，去感知自然的状态。对，就是我甚至走在路上，我可能能够听到小狗爪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对，我觉得你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解释，就是 live at the moment， 就是活在当下。他们就说，当你真正活在当下的状态，就是你可以很敏锐、很精准的去感受到一些平时可能忽略的东西。是，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世界上很美好，或者说能够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它并不是钱或者说社会地位能够给你带来的，它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内心打开之后，你能够感受到的世界，是这个感受。然后就除了小狗爪子的声音，就是我每天能够看风，它是有形状的，然后云它是有不一样色彩，它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为什么又变得又迟钝呢？是以前我会觉得我很就是我对于社会评价或者说他人的评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我拼命的想要去达成社会告诉我或者框架内告诉我什么是好的东西，什么是对的东西，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不开心，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它关系到我的声誉。但是现在我不是说我不在乎这些，是我更愿意去看我自己对于什么事情是真正在意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到他人，就是所以我对于别人的评价就变得更加的迟钝了。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我前2天我们还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屏蔽力，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可能并没有那么有关系的东西给屏蔽掉。然后有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说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别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就是其实你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能够更沉淀下来，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自己在乎的，或者是对于你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是。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启发就是，以前我们总想着要去适应环境嘛，因为不管是达尔文告诉你物竞天择还是什么这种，我现在发现我可以选择环境。这是为什么孟母要3000。对。那感觉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平衡的状态，然后也比较平和。那你有没有遇到就是你自己，比如说有一些心理落差，或者是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还是挺大挑战，或者心里有点不舒服的这种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可能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周六的时候，上周六我才从库塔那个区域搬过来仓库嘛，因为我当时因为之前的1个月我是一直在换 Airbnb， 可能隔了1周或者3、4天我就再换。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是我想追求的自由状态吗？因为搬家真的很麻烦。然后我自己又1个人在这里，我可能会有1个小时的那种内心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因为要收东西，然后箱子又很重，要一直搬一直换，就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对，人们就会问，那钱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可能一会也想问你。对，好，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分为两个层面吧，一个是
我现在如何生活。因为老实说，我辞职到现在2个半月，我其实是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可能有很零星的一些活的很少的收入，都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我的收入，我现在支撑我生活的主要是我这边的积蓄。因为我在大厂工作了快4年，所以还是攒了一笔还不算少的钱。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买奢侈品的需求。我唯一愿意付出很多钱的事情是我的体验，比如说我愿意为滑雪，或者说我愿意为我的私教课付费，但是我不愿意为衣服付费。我买衣服都几十块钱。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消费观，就是没所谓。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4年前刚正式工作的时候写的笔记就是存钱。我现在很感激当时的决定，因为它让我现在有底气获得时间自由，就是可以让自己有选择。对，然后我攒的这笔钱呢，可以让我比较舒服的至少过2-3年。那我就有这2-3年的时间空档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包括我刚刚和你聊的，我对于运动健康以及教别人怎么样去训练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体态上还有一些问题，以及整体课程的系统性，我还去做设计。这个事情是需要时间的。那我攒的钱是给了我这个时间窗口期去做这个事情。就我可以接受我今年甚至明年都没有收入，但是我想我再坚持做这个事情1-2年，一定会有慢慢的收入，我一定不会饿死。对，所以其实就是可能从你的消费观上面，对，并没有那种特别就是高价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心态上，你会给自己一个预设，就是我放得下这个收入，就是可能收入比较少的这个状态，然后能够愿意把这时间积累起来去做一些事，而且看得很长。我其实3月，我之前还会有一些焦虑，因为我2月份在做瑜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还没有很稳定。我觉得不可避免的会去担心我到底之后的路要怎么走。我当初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莽撞的？我会这么去想。然后呢，有个事情改变了我，或者说它改变了我的一个想法，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仍然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有一天我在餐馆里面，突然遇到了一个人，因为经常会跟人聊天嘛，然后我就跟他吃了顿饭。我吃完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硅谷企业家，可能已经做了3个估值过亿的公司，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让我受到启发的并不是他赚钱的方式，而是他怎么样去对待他的 mission。就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 mission， 然后他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50年。那你只要每一年去 check 你这一年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再把它给拆解下来，你这个月的核心动作是什么，你沿着这个去做，再不断去迭代，你一定能够收获你想要的结果。然后我就想着，那我为什么不耐心一点？对。那这可能就涉及到关于你的 mission 的问题，你就是先把自己想清楚，可能从长远来说你的 mission 是什么，然后你愿意把这个时间拉长，然后现在可能就是一种状态，但是也许你对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从财富定义上来说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没关系，这就是你的一个步骤，一个铺垫的状态。对，因为我说我想做运动健康这个事业，那我现在每天都在训练，然后呢，我为了去帮助更多的人，我需要自媒体这个手段作为杠杆去撬我这个事业。那我现在在剪视频，我在写文章，我在拍图片，我每天都能够看到我做的这个事情变得更好，至少我自己 skill 层面上是更加的熟练。尽管它的数据没有变得更好，但是这没有关系。数据是平台定义的手段，我们只要把它作为一个指标去看你的内容就好。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现在基本保持非常规律的一个运动状态。我11点之前一定会睡觉，然后6点半之前一定会起床。对，这是我起床睡觉的一个节奏。然后我7点的时候会开始工作就包含我可能会写文章或者去剪片子，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处理到10点11点开始吃早午饭。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下午的时候就会去做一些拍摄，或者说看书，因为还要继续保持输入，或者去学一些剪片子或者拍摄的一些课程。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会去训练，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早上去训练，就是整个时间是除了起床和睡觉比较固定，整个时间就是我自己组合，就是拍片子、剪片子、看书、写东西、运动，就是这几个事情。然后中间呢，可能零散我会遇到一些人啊，我会跟他们聊天呀，然后对。好，我们去海边拍一圈。哎，今天有摄影师帮我们拍照。我们朋友说，哎，跟蜜蛋玩了，改变了什么想法？改变了我到底要不要生孩子这个想法。如果有一个又开朗然后又爱看书的小朋友，是的，有一个
个孩子的见到我们想要生第2个，然后呢男女朋友见到了也觉得可以生，现在呢有不同想法的人见到了也觉得也可以生。